别推了！让开！车上有草毡子，一人一个，往地上铺。滚！你说什么？把沟壑填平了，便有路可走。我的兵是正兵。什么？这是府兵办的差事，正兵不填沟壑。好，老子给你们填。来，让开！朱元初，上，去拿草毡子。诺。第二个死，都是死人吗？走。朱顺都，填沟壑。你们这些没用的傻鸟，把草毡子往前运。你他娘的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遍啊！后面的废物都听着，把草毡子往前运，我们给你们填沟壑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冻死！来，放上汤啊！来，来一个。小郎君，那里是什么人？正兵的上官们，把他们叫过来。好。田碧阳，九郎君叫你过去。小人右知第一都军需虞侯田必勇见过九郎君，小人有眼无珠，没认出九郎君，九郎君恕罪。是我眼花了吗？如此大雨，那个棚子里走水了。我们右知一都的几位上官在棚里歇脚，烧口热汤喝。那他们呢？都是些下贱的填好府兵，郎君不必理会，且随我入内，小人亲自为您奉汤。下贱的填好府兵，是，郎君不必在意他们，不过是淋些雨，死不了人的。容他们在外头歇息，不用去给骑兵的马蹄子当肉垫子，已经是他们的造化了。郎君且安心随我入内便是。跪下。
啊！郎君命你跪下，跪下！耳朵聋了吗？不是小人失礼了。我没什么气力，你们俩莫让他动弹。郎君，小人知罪了，小人冲撞了郎君。你冲撞我，倒也无妨。可你千万要记住了，若是没有我们这樣下賤的府兵，就不會有戰時軍中的輜重糧草。下賤的不是人，是你的心。你命好，我不殺你，留你一命，去上陣殺敵。多謝郎君不下車，多謝郎君不下車。哎，周郎君，郎君，大帅，九郎，你别动，快躺下。听说你发热了，身子受了湿寒，须得好生将养啊。大军登船了吗？旋風、前軍、中軍都已經走了，後軍也走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，再有一夜光景，便也起行了。大帥不能離開中軍，請大帥登船。到底怎麼了？浙江和東陽江水位暴漲，壽昌渠決堤，後面的糧船過不來，大軍的糧道斷了。右之三都时有兵額正兵1260員，日需糧米53斛。弓箭三都时有兵額正兵1236員，府兵3628員，戰馬2628匹，驮馬走騾1886匹，日需糧米188斛，豆料753斛。都記下了。日需糧米和豆料共計幾盒？日需糧米1534斛，豆料1597斛。郎君，好些了。隨軍轉運糧米總數29372斛。豆料稍多些，將不足4萬斛。可算起來，也就夠大軍18、19日使用啊。能撐到下個月初10。我這算了許多遍，最多也就10餘日，軍中便要斷糧。你這個下個月初10是如何算出來的？軍中還有9492匹大牲口，除去2740匹戰馬不能動，還餘6752匹馱馬走騾。這一匹大牲口按600斤算，至少能出300斤的肉。按1員正兵1日所需3斤肉，1員府兵1日所需1斤肉耗算，能撐20餘日。將馱馬和走騾全部宰殺，大軍班師的
梁末辎重，如何前约？此戰若是勝了，大軍可坐船自海路辦事；若失敗了，自然也用不上。就算能撐到下個月初10，這戰事就能了結嗎？若是下個月初10，海上風浪依舊不靜，珠江水情依然不能行船，那便是天數使然。天數使然。我在汴梁做了幾個月監牢，想了許多事。那個時候，我最恨的，便是這不講理的天數。若真如你說，天數使然，你我一句非戰之罪，說來簡單，可深入民間的3、4萬將士，有多少要埋骨他鄉，又有多少能活着回来？到那個時候，从長樂府到永贞，再到寧德，又或者是從西溪渡到漂溪渡，這120里的道路上，要聚集多少冤魂，多少枯骨啊！那是郎君見得少了。是啊，確實我見得少。自幼錦衣玉食，何曾識得半分人間疾苦？只是這裡是吳越，不是中原。沈兄，你就不要隨我去永嘉鹽場了，你隨船回轉軍前，待我將這封書函轉呈於2位太尉。這是沈兄的官憑。我已在書函中向2位太尉稟明此事，沈兄憑此官憑，可在軍前代行官軍容使和提舉公事司之權。郎君是要將提舉公事司設到軍前去？情勢有變，如今隨軍良資調動諸事，皆在軍前。溫州這裡什麼都做不了，若還將提舉公事司設在這兒，那便不合適了。可郎君的身子眼見大好，可親自赴軍前調度諸事，無需假手於沈某。我要留在溫州，6州都轉運司也要留在溫州。郎君想要做什麼？天數無常，但我想盡盡人事。溫州或可解大軍斷糧危機。既如此，提舉公事司事務，沈某可代為之。然則官軍容使之權，乃大王。我信得過沈兄。沈某必不負郎君所託。下官全知溫州軍府事歐陽寬率闕稅使孫玉、營田使張威、永嘉令王翦拜見司空。諸軍免禮，看座。下官等月前便接到了中書的札子，知曉司空要駐節溫州，早早也做了些準備，卻是不知具體日期，故此未能迎候司空，實在是失禮的緊。哈，萬望司空恕罪。哎，與諸軍無干，是我來的倉促孟浪。大王命我為東南行營官軍容使，全6州轉運使。現下有一樁緊要政務，
還望諸君能戮力相助。司空儘管吩咐，下官等必當竭力報效。我等必当竭力報效。球血猛急，洪水泛濫，斷了大軍糧道，前線將士斬頭立血，總不能餓着肚子去殺敵吧？如今急需籌措10萬斛糧秣，運往軍前，還望諸君能助我呀！司空恕罪。温州治下有长平仓1座，现仓4座。1個月前剛將收上來的秋稅借往西府，所餘倉儲也於10日之前借往軍前。如今州縣上下只餘下備給口糧，不足500斛。下官今日回去便命僚属，将粮食装車送來轉運司，報效於司空。500斛，1州之地，何以如此窘迫？好叫崔继仪知曉。秋粮借都之後，溫州各處糧倉尚有餘糧78000斛，據已於7日之前借予6州都轉運司。啊！此事乃是卑職經手，這是都轉運司的回執，上面有崔繼儀的親筆簽押，請司空與繼儀過目。却要从何说起？崔继仪此言何意啊？崔某从未見過這78000斛糧食，更不曾據聞回執啊！不曾啊！崔繼儀，此事乃是王某經手，這回執也是繼儀當日當面交予王某的。繼儀何敢當着司空與諸位上官的面打誑語？人人無此事。78000斛糧食，那是一座米山，崔某何敢輕忽？7日之前，貴縣確實借來了一批糧食，確實只有1800斛，哪來的78000斛啊？崔繼儀，難道這回執上的簽押是假的？這簽押，將這個貪沒軍糧的賊子給我拿下，收押。卑職真的不曾見過。這崔繼儀得罪了，未曾見過。是不是有些太容易了些？怕了？倒不是害怕，只是覺得這9郎君未免太輕信了些。那回執既是真的，他為何不信？如此冒信人言，這位郎君未免也太草包了些。久聞這位豫章郎君的大名了，無論他是真信還是假信，鐵證如山。本官倒要看看這位在中原汴梁首任節帥的少年英雄，到底有幾分斤兩。都頭，守在門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是，郎君。郎君，粮食呢？下官真的未曾見過那糧食。這不是糧食嗎？如此陣仗，
便吃不下飯了。卑职真的未曾见过。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温州的这批官已经要不得了。郎君，知道他们在说谎，那不然呢？坐。那可是78000斛粮食，眨眨眼睛便消失无踪影了吗？温州的这帮城狐射鼠有几分能耐，我不清楚。可你崔子谦有几分能耐，我自问还是知道的。郎君知道，下官是个谨慎的人，7、8万斛的粮食，如许大的数目，以郎君的仔细，势必要亲身验看核准。未得郎君允准，下官岂敢擅自在回执上签下落笔？不敢。然而，回执上却是下官的亲笔。难道转运司里有内鬼？他们敢如此大胆，想必是有恃无恐，手脚做得细密。即便去查，一时间也未必能查得出来。若是神官狗在，便是好了。这些龌龊下作的虚礼手段，瞒过郎君和下官容易，瞒过沈兄却是不易。沈兄有沈兄的法子，我有我的法子。郎君如何布置？下官谨奉君命，纵是粉身碎骨，下官也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既知道是鬼域伎俩，还查他做甚？做甚？他们是如何做的手脚，这都不重要。方才你说过的一句话，才是紧要之处。你说，那可是78000斛粮食，是一座米山啊。可这么大一座山，他们会搬去哪儿呢？参之一字害人呐！张卫的诗皆不入我目，唯有一首却深得我心。世人结交需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。纵令然诺暂相许，终是悠悠行路稀。钱是个好东西，你说呢？一州治所之内，米店关张停对，民人连有饥色，这说明什么？温州缺粮。我問的是，為何缺糧？民間的糧都讓官府徵走了。台州之事，你也算是親歷者。先徵後糧，田土兼併，這是何等惡政！可你見到有米店關張停對嗎？也是，便是台州，民間也還是有糧的。可溫州這裡，不僅民間沒有糧，連官倉也只有500斛存糧。難不成這些糧食長了翅膀自己飛走了？不能飛啊！是啊，是啊，這手腳是7日之前做的，在沒有拿到你的親筆回旨之前，他們敢將這些糧運出溫州嗎？斷然是不敢的。那拿到回旨之後，敢運了，但運得出去嗎？運不出去。連日大雨，水路斷絕，再加上海風肆虐，
軍糧都運不過來，他們自然也運不出去啊。粮食還在溫州，会藏在哪儿呢？粮食受了朝会没变，因此存粮的地方必须干燥通风，而且不能有虫害和老鼠。这么多粮食，寻常的米店、粮仓根本存放不下。温州左近能存下这么多粮食的所在，有2处，一处是官府的昌平仓，另一处博弈坞的战仓。正是。子谦，辛苦一趟，走一遭玉环山水寨。水师罗胜，我要借兵。九郎君想借用多少兵马？郎君想调用水师步战都。什么人？这许多间店铺仓储，怕是要等明日天亮了再来搜检。等不到明日了。提取方在哪？那边。带路。走。原来是老相识啊！尔等竟敢趁夜进来博弈坞，无月不是中原，若不得尔等匹夫，肆意妄为。全知温州欧阳公在此，尔等谁敢无礼？欧阳宽和王翦到了，请他们2人进来。传九郎君军命，请欧阳明府与王县令入内叙话。2位贵官，九郎君在内候着2位。九郎君，这什么意思？欧阳宽，你这是与我说话呢？下官温州知州欧阳宽，见过司空。跪下。本官是吴越的知州，不是你九郎家的奴婢。司空是国家宗子，何以无故折辱大臣？郎君，他毕竟是亡命奉主的封疆之者。那这样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你若如实回答，今夜或可免你一死。你程昭月给了你多少钱？本官听不懂司空在说些什么。
那你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崔继义，下官在。那就去山岳社专处去看一看。诺。坐下。拉开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弄了这许多粮食，便是撑破肚皮，你自家也吃不下吧？那自然要拿出去卖了。这吴越国中，能买得起这许多粮食的买家，确實也不多。溫州博弈物裡，這樣的買家，就只有一家。我再給你一次機會，你到底拿了多少錢財，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進去？郎君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司空，下官交代，下官都交代。沒機會了，拖出去。行軍法，斬！司空，下官都交代。司空，本官之事。司空，你不能杀了本官！司空。自永德江入青田溪，经西溪、漂溪、长溪。在寧德登岸裝車，直送軍前，務必在本月初9日前拿到提舉公事司沈管溝的會旨。若誤了日子，郎君軍法森嚴，仔細你的腦袋。是。郎君，不只有78000斛官糧，在山岳社的戰倉裡。還堆放着4個縣米行收來的私糧，約有121236斛，夠整個東南行營4萬大軍吃上半年有餘。將士們是夠吃了，可這裡的人呢？沒了這20萬斛糧米，王兄又靠什麼去料理台州的爛攤子？事情總要一樁一樁的去做，千頭萬緒。總要有個輕重緩急。是，總還是要做事的。我這便以東南行營關軍容使的名義出個札子，由子謙兄全提點溫州軍府公事。今日你便接管溫州州屬。郎君，下官不過是縣裡學官的底子，一州之政繁難從錯。恐非下官所能勝任啊！其一，這只是權宜之計。我這個關軍容使，無權越過相府和行營，任用州官。待得與王都通了道路信息，他們自然會選新的知州過來。其二，如今前方在交戰，溫州乃是6州都轉運司所在，不能沒有總攬州政之人。其三，本地的官我信不過，我信得過的，王兄和相府信得過的，皆不在此處。相較之下，我寧願信你。有2件事，你要牢記。第一，我不管你愛不愛錢，都不許於此時此處伸手。第二，我不管你用什麼法子，或者我也不管你有沒有法子。
溫州4縣之內，絕不許餓死一人，否則我能砍掉一個知州的腦袋，你的腦袋，我想砍就能砍。下官定不負郎君所託。不请王命，擅杀知州，这九郎的膽子何時變得如此大了？事急從權罷了。不殺歐陽寬，何以震懾溫州上下官吏僚族啊？倘若這些人在背後弄鬼作妖，行營這3、4萬大軍不用接戰，就已經軍心浮動了，那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。等打完了仗，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們善後。眼下這情形，福州城內外這根弦怕是繃得差不多了。軍師已足，遲則生變，當戰則戰。御史台的。各州县受灾的情形不一，臣与正臣相公粗粗筹算了一番，来年至少有21个县要捐免钱粮，加上今岁兴大兵之耗費，明年的預算從賬面上怕是不大好看。九郎君自永嘉盐場給相府來了2封書信，請留糧米5萬斛，以解溫州諸縣糧荒。臣與明遠商議了一番，算上先前6州都轉運司運往東南行營的糧草，軍中已有將近1歲之糧，軍食充盈。九郎君之請，可以允之。都是参合九郎跋扈、专权擅殺的，议吧。其實事機緊急，東南行營大軍斷糧在即，九南軍奪知州之權，也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。事關軍務，還是得聽一聽養公和水秋公的說法。只是歐陽寬畢竟是大王親授的一番治民官，便是東南行營的2位帥臣，不請王教，亦不得加以行誅。九南軍此舉，確有擅權之嫌了。那是一州知州啊，不请教命，不经司法，說殺便殺。就是老王開國以來，何曾
有过如此恣意跋扈的王子啊！如今不是有一个了？儿子，我是想不通，九郎君自幼便有顽劣之名，荒唐胡鬧有份，从来与朝堂政事无干。此番从征，掛了一個觀軍容使的名分，也不過是想借助他的宗室之身，往日後遙領外郡，有個名義上的憑借。何嘗有讓他恣意逞張、拳打腳踢的意思？他再如此妄為無度，落在中書相公的眼裡，無非是跋扈二字罷了。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裡，卻是天大的忌諱。這種明白淺顯的道理，這位九郎難道他不懂嗎？你懂嗎？啊？你懂道理嗎？你說的那些道理，都是死一人的道理，頂多也就是滅一家的道理。這是打仗，傻兒子，不是死一人一家，滅一門一族，死萬人滅百族，亡一國的買賣。這是打仗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。連日大雨，河道水患，糧秣斷絕，數萬大軍孤懸敵境，隨時有覆滅之危。要湊出20萬斛糧食運抵軍前，地方官不准提調，遷延車軸，哪有那許多時間慢吞吞打筆墨官司？軍國大事當前，萬事皆得從權。國公也是老軍務了，這樣的道理，難道不懂？吳正臣，老夫何嘗說過九南軍不該權宜？老夫要說的是，他不該擅自殺人啊！那往後帥臣們一個個有樣學樣，每逢出征便殺幾個蜘蛛縣令來祭旗，那這天下還要法度何用？再有，大王，以都轉運司紀伊文字掌益州之政，臣亦以為不妥。數縣的錢糧刑獄、官吏閒餘、民生政務，豈是一個小小的紀伊文字所能為之？朝廷用人，任官有法度，有臣力，還有故事，豈得任意胡為啊？明遠以為呢？歐陽寬之事，東南行營也好，九郎軍也罷，尚無詳實稟奏，其中內情尚不明白。臣此刻胸中亦無評斷。不過國公方才有一句話，說的卻是對的：知州之任，非借機宜堪以承當。大軍征戰可以權宜，然則朝廷用人任官。溫州乃6州專營司所在，干係東南行營良資供給，如何權宜不得？鄭成功，九郎軍任紀宜為知州，乃是因大雨承載道路不通，與中書音訊隔絕之故。雖然不妥當，卻是非常之時的不得已之為。如今雨停了，糧道也通了，人事全選，還是要依法度，守成例，循故事。大王，此事絕非尋常權政。如今大戰方寒，大軍糧秣調轉，事務繁劇，全在九郎一人肩上。若是罷了崔某的知州，就等於當眾打了九郎軍的臉面。臣恐溫州上下官佐聞知此事，會以為朝廷失了對九郎的信任，會更加蠻橫其上，陽奉陰違。若是誤了東南行營的良資，是要出大事的。
明远以為吳相公說的有道理嗎？鄭成功所言極是，故臣以為，當明法教民，罷崔某，全體點溫州軍府事差遣，擢為領海令，仍留任都轉運司，記憶文字。待戰事終了，再赴台州履任。此外，擅責守臣，全知溫州，兼領6州都轉運司副使之職。新任溫州知州無論是誰，話都要提前說明白。溫州此時最大的政務，便是軍務。溫州與東南行營，一榮俱榮，一損俱損。這才是真正的治國之言。諸公所言，皆是正理，都是謀國之言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谢大王，臣奉教。8品升7品，恭喜子谦了。临海市富国县，不是7品，是6品。哦，全赖郎君提拔，人纪当竭力报效。那更要恭喜了，只是眼下你还走不得。下官自然行得。长乐府那邊戰事方酣，轉運司這裡事務紛繁，千頭萬緒。崔某縱是再不成人，也不能於此時棄郎君而去。說來慚愧，下官讀了這些年聖賢書，臨到辦事才知道，伐國不與謀書生。在郎君幕府這些日子裡，於治政用事，實在不及沈兄於萬一，卻僥倖得了這樣一個大便宜，越過了沈兄去。人紀心裡有些不安啊。倒也不必不安，沈兄是國士，他不在意这些。謝郎君。这就是，就这么干干着，真不去帮忙，操什么心？只会打过去那些事。陆远珠，你若再不上阵，我便一剑剐了你！广公，您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，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令。临行之时，都头交代的明白，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。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，哎呀，我们这些人腦袋都得跟着搬家呀！听你家都头的，管個屁用！聽他的這一戰能打得贏嗎？你沒看見我們的水師叫賊人堵在了灘頭嗎？敵人全都披了甲，我們的人都沒披甲，要上了岸才能披。水師若是上不得岸，這一戰怎麼打都是輸。一旦水師上了岸，我們才勝券在握。帶着你的人往那裡衝，只要引得敵人的甲士回兵，我便記你一大功。哎呀，不是我們不想打呀，立戰功誰不想呀？但是違了都頭的將令，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沒了，天大的功勞也沒處消遣去，是吧？尔等若是再不上陣，我即刻自強。本官的命沒了，
爾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，还不快去！管公，你不要逼我们，绑了！真当本官不敢吗？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，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。此刻若是上阵者，无论有无杀敌，本官皆按2颗首级给尔等上报军功。胆敢怯战者，砍了头颅，挂到辕门之外，一家老小皆发配于虚名为奴。小二马三，好，保护好管公。周慎都，到！随我击敌。是。哎呀，我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快去，快去呀！哎呀，别去了，走吧。如辛苦啊！吃饱饭，早歇息啊！如辛苦啊！早歇息啊！早歇息。早歇息。早歇息啊！劳烦盛仙儿。歇好了。来，劳烦盛仙儿，多謝盛仙兒。如辛苦，如辛苦。来，多謝盛仙兒。吃飽飯，早歇息。来，多謝盛仙兒。罪臣慎文琪见過七郎君。当朝名士來挖湖泥，難為聖君。太湖魚高，禍患連年，遼遣都的將士們3代人都在挖湖泥，日日如此辛勞，也不見有什麼難為的。顏念君子，溫其如玉，難怪大哥當年看重於你。大郎君可還安康？大哥受王命居府讀書，3、4年不曾走馬勞動，無病無災，倒是胖了有10幾斤。日子可是比你過得舒服多了。既如此，還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問安。不忘故主，君子之志也。然則你自家尚且身處嫌疑之地，罪責未免，總該稍稍在意些。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夠在大王面前奏你一本，即使王兄聖明，不至於因此厭棄了你，總是免不得麻煩。郎君此番是專為慎某而來。大王有教，慎溫琪跪聽。罪臣慎溫琪，恭領王教。遼遣都慎溫琪才運六韜，曉通經史，先王在日，頗多褒譽。可又補缺內供奉，全知溫州軍府事，親服於命，毅力乃成。罪臣慎溫琪參見大王。這幾年在太湖邊上吃了不少苦頭吧？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修堤壩，挖湖泥，每餐1碗老米飯，臣是文官還能多上1條魚。無政務之煩難，無案牘之勞形，每日裡為兒郎們寫家書，教他們識些文字。陶淵明採菊南山，日子也不過如此了。這是馬院姑閒置了他們。罪臣不怨大王。是不怨，還是不敢怨？臣入仕是為了做事，在杭州是做事，在太湖也是做事，在內衙軍是做事，在遼遣都也是做事。
只要有事可做，罪臣便于愿已足，没什么可怨的。哼，你倒是名士风范，倒是孤有些小家子气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温州的事儿你都知道多少？欧阳宽贪比不能事物，量侠不能容人。在王都为供奉，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；为州县亲民官，则必坏大政，苦一方之民生。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，不为讥讽，不避嫌疑，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。你说九郎不避嫌疑，你如此大咧咧的在顾面前提及大哥，便不该少避嫌疑了。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，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妄，当年之事事出有因，行格事尽，大王不得已而为之。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，此事大王心知之，臣亦心知之，又何来嫌疑可避？人言水丘公玉卿，国中二君子，此言不虚。水丘公国家宗器，社稷柱石，臣不敢与之并言。此去温州，卿当助武帝一臂之力。臣必鞠躬尽瘁，恪尽所至。末将行路莽撞，督监恕罪。无妨。七郎在查禁卫都。温州缺出来的这一笔，臣正在竭力补救，只是还需费些时日。福州战事一起，如今连3佛期的稻米价格都翻了3、4倍。原先1匹绢能办的事，现在3匹绢也未必能办得下来。山岳社现在账面上的现钱不够，臣还需从他处腾挪些款子。不过，大王尽可放心，明年正月之前，臣必当办理妥当。此事委屈你了。战事为大，九郎纵览大军粮秣，他也有他的不得已。此事故交于你暗中筹办，外人不知细节，难免有些误会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的难处，
姑心裡知道，莫要生了游移嫌隙。臣不敢。昔日投效大王，臣有言在先。大王以国事待臣，臣必当效死以报大王。如今莫受些银钱委屈，便是臣这条性命，如果大王有用得着之處，尽管拿去，臣不敢有丝毫怨怼之情。好，你竟有如此报效之诚，姑便断然不会让你没了下场。你去吧，大胆做去便是。莫。你听着，此人竟有几分真心。好听的话谁都会说，若他没有旁的心思，又怎会在青微都内广结善缘？丽春院大火那夜，有人看见他在宫里。下官6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过九郎君。如玉先生，我猜了这许多天，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政事。哎，子谦，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2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，他的文章和才学，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。下官崔仁季见过如玉公。崔君有礼。定胜高哦。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话。当年在杭州先王诸子之中，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。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。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。前面数万的大军，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余丈子身上，啊，还要顾着后面6州的民生，这擔子也太重了。不过如今好了，如玉先生来了，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。啊，郎君却是休想。郎君还道自己是5年前瑶台院里那个不管不顾的宗室少年吗？即使已经担了这天大的干系，此时想要歇息，却是已經遲了。便是戰事終了，江東南面的行營撤了，郎君也自然會接到新的差遣，還想似往日那般無憂無慮，怕是再也不能了。先生容我片刻歡喜，又能如何？這般實誠也太不唏噓人了。還有，州縣的這些華官胥吏，實在是一個讓人省心的都沒有。你稍稍鬆鬆眼睛，便能弄出來一大攤子爛事來。啊，先生知道，我素來不是個勤快的，可這段日子，我是連大口氣都不敢喘呀。真不知道王兄這6、7年的時間是如何熬過來的。一家有一家的難處，一人有一人的做法。大王明銳剛憲，奸邪小人不能欺之。所謂水至清則無魚，人至察則無徒。看得太明白，便難免會事必躬親，日子長了，難免於聖功有損。誰說奸邪小人不能欺之？那程昭岳分明就是奸邪小人，害了大郎兄不說，還要置先生於死地。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內都監使嗎？做了官還要做生意，將一個州的糧食全都賣光了，壞了4個縣的吏治啊！王兄，不照樣是信重任用，哪裡有明銳剛憲的樣子？你殺了歐陽寬，朝廷中書亂作了一團。1日之內，御史台10幾位御史彈章連上，參合你跋扈擅殺，專權任性。大王七郎君與中書諸相公皆壓下了。倒是你自家，為何連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？
請先生过目。这是什么？温州阙水使、营田使、4县县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符匾供状。既是证据确凿，为何不上奏？哎，这一来嘛，战事还未曾终了，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。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，若将这30几人全部砍了，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。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，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，继續伸手。正所謂使功不如使過。這其二啊，這些證據裡，樁樁件件都有程昭月的手尾。此時給遞上去，我人又不在杭州，說不定讓那賊子弄了幾句言語，在王兄駕前便糊弄了過去，那豈不是白費一番功夫？待得戰事終了，我回到王都，拿着這些證據，當着文武百官，當面奏於王兄，說不定可將此賊一舉扳倒。先生以為不妥？郎君籌算的固然精當，卻須知，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別人，也需算算自己。算算自己？郎君眼下的差遣是東南行營官軍容使、六州都轉運使，提舉行營糧秣甲賬輜重公事。山岳社的是屬戶部博弈務該官。程昭月是內衙都監使，屬上統軍師胡令公該官。郎君越過胡令公戶部博弈務來管這些事體，奏請過大王嗎？我是大王親弟，內衙馬步軍都指揮使。郎君攻擊程昭月是為了私事還是國事？那自然是國事啊。私事才論兄弟，國事無兄弟。程昭月不過介選之際，福州之戰，才真正干係國運興衰。郎君是宗室，是先王之子，當知社稷福祉，在個人恩怨之上。先生良言，洪處謹受教。白夏浦大捷後，吳越軍乘勝追擊，與城中守軍夾擊南唐兵，唐兵潰逃，李仁達歸附，福州歸屬吳越。福州大捷！大王，福州大捷，唐軍敗退建州，福州守將李仁達上表自請歸附，江東南面行營800里，陸路報捷。臣等為大王賀，大王萬勝。此為開疆拓土之功，臣等為大王賀，大王萬勝。臣等為大王賀，大王萬勝。綱紀蓋聞，周道興隆，申伯遂荒於南土。漢文轉少，宋昌尋長於衛兵，並命江東南面行營都招討養人權，拜中吳軍節度使、內衙馬步軍都統軍使，同參大政，封吳國公。臣叩謝王恩。江東南面行營都監使水丘昭勸，拜侍中。宣德軍節度使、內衙馬步軍都監使，領湖州刺史，封吳興郡公。臣叩謝大王。江東南面行營副都招討張雲，
拜兵部尚書、内衙马军上统军使，领秀州刺史，封嘉兴侯。臣叩谢王恩。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赵成泰，拜兵部侍郎、内衙步军上统军使，领睦州刺史，封寿昌侯。臣叩谢王恩。优奖信臣，恩遇有光，左宝批图，主者施行。大王，此事不公，此战提调三军，阵前奋勇，功在仰帅，督监各部，使将士用命，功在水丘。坐镇温州，总领大军粮秣、甲仗、辎重转运，使前线将士无饥寒之忧，功在九郎军。如今诸将皆有赏赐，唯九郎军不赏，乃无事理。吴相公，九郎乃是宗室，又是大王的亲弟，不宜与诸将争功。七郎君此言差矣。中原大亂，我吴越自有法度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既是同罪，则军前勋略亦應同功。前有八郎君未有尺寸之功而領東府安抚使，而今九郎君之功遠在八郎君之上，既不領郡，亦無封賞。同宗兄弟，似不該厚此薄彼。难道是因为九郎君这一路上参的人太多，又讹了郭大参，未免树敌過甚，這才要壓一壓的？坐一會兒。哎呀，哎。父親啊，父親也不必太過的惱怒。水丘那個湖州刺史不過是虛應的故事。大王昔年許父親出鎮湖州，那是時任不一樣。咱們這個小大王啊，人小鬼大。拿這個孔明頭的湖州刺史敲打老夫呢，多好的事情！老夫至今沒上請罪表彰，他這是心裡記着仇了。明明知道這個刺史的頭銜掛在老夫的頭上，偏心裝作不知，施然給了水丘，這純粹是惡心人呢。難道父親還能與大王去理論？怎麼論？啊？人家自家兄弟立了功，卻未受賞，我一個混吃等死的老頭子，無非就是拿走了我一個虛名的刺史罷了，怎麼有臉去跟人爭個上下？